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内心里面充满爱的能量，爱自己，爱地球，爱生活中每一份细微的美好，当你成为爱之后，这种能量呢，就会向宇宙发出讯号，那么宇宙就会派美好的、真爱的人来在你的身边。所以，亲爱的，向宇宙建立吸引力法则，显化幸福的时候，不要说我要脱单了，我要谈恋爱了，而是告诉宇宙，我享受着爱的幸福，我想把这份幸福分享给阳光的、健康的、美好的人事物。那么这样的话呢，亲爱的，真爱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因为你的显化不是因为你缺乏什么，而是因为你已经准备好用完整的自己去爱，以被爱。所以在今天的占卜之中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位命定的灵魂真爱是怎么样悄悄走到你的生命里的。他是不是已经出现在你的身边了吗？他的样子、身材、身高又是怎样的呢？目前周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选择牌组进行聆听。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当下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连接哟。所以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放在眉心之间。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我的真爱已经在身边了吗？它会什么时间与我相遇呢？感谢你的指引，我将收获我的幸福，我会好好的爱自己，爱他人。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公屏先打出来，我是幸福的，我是丰盛的，我是美满的，我充满着爱的能量，我愿意把这份爱跟我同频的命定之人。评论完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牌卡解读，接收宇宙的幸福啦。好，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关于真爱的讯息。那么今天的占卜呢，将分为2个部分。首先来看一下真爱，它是怎么样的星座、性格、特质、外貌、长相如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你们的缘分以及你们相遇的时间。好。那么首先呢，可以看到我们出现了太阳这张牌卡代表它是一个很阳光、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气场。可能这个人呢是很自信的，而且他很清楚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不会被别人的一些话语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很懂得去证明自己，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他也是很重情重义的，是一个善良的、积极的、可爱的人。可能在工作上，他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以及他做事情呢是比较果断，不会有太多私心或者是占别人的便宜或者是特别好高骛远、抢功劳的人。这个人做事算是比较脚踏实地的，最主要的是他的身心灵都很健康，而且他可能会在你焦虑的时候跟你说别担心，有我在，或者是呢他会给你传递一种阳光的能量。他的星座呢，很可能是摩羯座、双子座、双鱼座、巨蟹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双鱼座、摩羯座、巨蟹座。这个人可能不会特别的外向，不是那种很
张扬、高调或者是浮夸的性格，更多的是一种脚踏实地，一种稳重感。他是很有目标感的人，而且君子一言，驷马难出，不会轻易的去做出口头上面的承诺，但一旦呢，他说出来的一些话语哦，答应的一些事情，他就尽可能的会去做到。这个人呢，他很重视成就感，喜欢被别人需要，但是他不会特别的听信一些甜言蜜语，不是一个别人对他讲好话好听，把他夸上天，他就洋洋自得的人。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呢？还是比较真实，还是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的。虽然喜欢听好听的话语，但是呢，不是一个依赖赞美来活着的人，是有自知之明的。做事情呢是比较专注的，可能是一个很注重事业型的人，而且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的踏实哦，他很多时候呢都会把一些东西安排的井井有条的。比如说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默默的去把所有的这种票啊、酒店啊订好啊、安排好啊。然后他可能不是一个主动要提议去做什么的人，但是呢，他一定会就是确保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如果说在生活之中，你疲倦了的话，旅行的时候你疲倦的话，他都是会细心的去背着你的背包的，是可以很好的照顾别人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呢，我们这边出现了双子座，看到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对这个世界呢，保持着很多的一些探索、求知，很喜欢去接触自己没接触过的人呐、事情呐、喜欢去学习，喜欢分享有趣的话题，然后讨厌无聊，最讨厌两个人在一起了，没有话聊，没有事情去做，这种很无趣的状态呢，是他特别不喜欢的。他希望遇到的恋人呢，就是两个人可以无话不谈，两个人可以一起去玩乐，一起去学习。可能他有时候会突然开始去学煮咖啡啊，或者是过几天，然后你又看到他在那边去看一些天文、电影的纪录片，有可能他是有很多的一些探知的，总是会给你带来许多的新鲜感。他很注重你们两个人在精神思想上面的一些交流，所以要成为他的恋人呢，一定要有一定的文化，要有一定的学识，无论是社会文学啦，还是说人文生活，还是说旅游景点，总之呢，自己恋人越是有思想文化，两个人越是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就是八卦也聊，天文也聊，外星人也聊，灵魂学也聊的话呢，他就会非常的痴迷。好，另外呢，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双鱼座跟巨蟹座，在感情里面哦，其实他更是这种柔情似水的灵魂，他尽可能的会去理解别人，感同身受。他是有敏感的这一部分的，他是内心非常温暖的，他不是一个在感情里面特别就是依赖别人，或者是有控制欲、霸占权的人，反而他是有一定的边界感、尊重界限的。他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他知道呢让彼此有更多这种自由的呼吸状态。这个人也有一定的艺术家气质，可能他也是有一定的审美力的，拥有比较想象的丰富能力，创意是比较强的。然后，感情上面很细腻，没有太多的一些强求，太大的一些行动力，不会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比如说你们在意见不合、争吵的时候，他是不会可能去乱发脾气，说一些胡乱的一些话语的，反而就是静静的等你的情绪过后，然后两个人呢先冷静一下，再慢慢的去沟通，再慢慢的去讲出来自己不舒服、不认可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在他惹你生气的时候呢，
或者是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默默的去做一碗热汤，然后递在你的手上，放在桌子上，不会可能讲太多的甜言蜜语哦，但是他的这些很细心温暖的动作，会让你看到他对你的心情，对你的呵护。在你冷的时候给你披一件外套，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会讲一些幽默的话语故事啊，然后来讨好你。他可能也会去记得你的一些喜好、小习惯，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你可能喜欢玩什么，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他都会默默的写在心里面的这个小本子上面。他是一个很体贴、很懂得就是保护、照顾别人的人，这是他的本能。特别是在你比较脆弱的时候，他总是会以一种让你雨过天晴的方式出现，加班加点，然后你累到不行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给你煮好了一杯热咖啡或者是热巧克力，希望呢你可以在疲倦之后喝一杯甜甜的东西，让你觉得更加的舒服、释放。或者是呢，他也喜欢在你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播放你爱的音乐，或者是播放你喜欢看的电影，一起来看剧。他可能不会是特别懂得惊喜、创造浪漫的人，但是呢，他却是一个生活化、细致的人，会在生活之中呢去做一些小小的这些很温暖的动作，拥抱你呀、牵你的手啊，然后递一杯热咖啡在你的手上啊，这些呢都会让你感觉内心很温暖、很舒服。好，如果用狗狗来形容的话呢，它就是像法国的这个巴斯特猎犬一样，体型呢可能是比较小的，但是个性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活泼，而且对主人很忠诚、亲密，是一个感觉比较敏锐的人，然后去擅长追逐一些小型的这种动物，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顺从、喜欢学习，而且容易去学习的动物。如果是你是第一次就是养宠物的话呢，其实这个狗狗是非常健康一个好的选择。那么也就代表你的真爱哦，它是一个很稳定、很让人安心的存在。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情绪化，他也不会特别的急躁，他也是不会一个很有耐心，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在感情里面呢，算是比较专一的。可能他的外表不是那种好像特别帅，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样子，但是呢，他有那种越看越好看的魅力，而且跟他相处起来，就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他也是比较低调的，然后呢，总是默默的去做对你好的事情。他的家庭观念也很强，对于他来说，他不喜欢玩爱情游戏，他喜欢遇到合拍的人，大家就早一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啊，一起去建立家庭啊。他会觉得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去创造事业财富，也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很温暖的港湾，然后挣到的这些金钱呢，可以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加的好，生活得更加的一个安全。也许在感情里面，他有自己比较腼腆的那一部分，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不是一个乱产生暧昧调情的人。可以看到呢，你的真爱他应该有一定的领导力，但是呢，他是用感情去领导别人，
是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团队 leader，因为他不是那种控制欲很强的人，不想去控制别人，而且他是有一定的好奇心的。但是这个人呢，其实在感情方面、做事情方面是不幼稚的。他有自己温柔的一面，但是他不脆弱；他有自己比较有智慧的那一面，但是他并不骄傲。他很深情，但是不粘人；有耐心呢，但是也不冷淡。所以是一个性格其实很好的一个恋人，又有一定的艺术审美感，然后心灵呢是很健康有深度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看宇宙会给你怎样的一个讯息。好，首先他应该是眼神特别有魅力、特别深情的那一种，就是含情脉脉的，好像有那种眼泪水在眼睛里面打转一样，是布灵布灵很闪亮的，而且它是一种很柔和的美，像圣杯女王一样。五官呢立体，但是不会特别的这种突兀，鼻梁是挺直的，但不会特别的高，嘴角呢是微翘的，然后微笑的这种状态。而且他的笑容呢是比较含蓄，但是又很有魅力的。他不会经常夸夸其谈的大笑，但他尽可能的会保持着一种嘴角上扬这种微翘的状态，是有一点优雅的气质的。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她可能外表是特别女性，可能长发飘飘啊，然后皮肤是比较偏白皙的，长得呢是不错，不能说特别的漂亮，但是属于耐看的类型。但是她的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坚强刚定。然后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会有一点就是温暖、温柔，或者是偏女生一点的这种阴柔的气质，不会特别的这种强壮，不会特别的直男，是蛮有魅力的。有一种很灵性的外貌气质，看着呢是清纯的，看着呢是这种柔软的，但有时候呢也会给别人一定的距离感。和他熟悉的人呢，他就会可以乱开玩笑啊，可能随便的调侃都无所谓，因为他对于周围自己身边的人都是充满着信任、充满着包容的。但是不熟悉他的话呢，可能他不会轻易的就推下自己的心防哦，会给自己一定保护色，不会在陌生人面前或者是不熟悉的人面前呢展露出自己可能非常柔软温柔的那一面，更多的也许会有一定的距离感，可能初次见面会觉得他还蛮冷酷的。然后他的身材呢，也许是比较偏圆润的身材，身上是有一些肉肉的，但不是肥胖哦，他不是那种很瘦，也不是那种很壮的状态，就是摸起来还是蛮舒服的。然后，可能他没有太多去健身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个习惯，也许一个月呢有那么一两次就好了，不会经常跑健身房。但他更多的也许是那种喜欢阅读、喜欢做饭、喜欢散步的人，不喜欢太激烈的一些运动了。这个人呢，他不会过于的去追求身材，他更追求可能吃得开心、睡得温暖、睡得安详这样的一个喜好。不是一个自我外貌要求很高的人。另外，他的个子可能算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标准身高以上。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可能是在1.62米啊到1.7米之间；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可能是在1.75米到1.85米之间。当然要看你自己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男生女生的这个身高比例标准是什么，它就是在标准稍微偏上一点点，所以也算是把它扔在人群里面还是很亮眼的一个人。在穿衣打扮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女生的话呢，她是接收那些性感的打扮、优雅的打扮，然后很愿意去穿一些鲜艳衣服的颜色，而且她很懂得打扮自己，会化妆啦，会戴一些首饰啦，来装饰自己的美。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很有可能他喜欢穿一些牛仔裤或者是亚麻的这种衬衫来展现出自己的品味。他不是那种特别打扮的，好像很花哨的人哦，但是呢，看着还是比较知性、比较雅性，还是会比较高档一点的。然后不会盲目的去追求当下的时尚潮流，更加注重自己的可能站姿啊、坐姿啊，散发出来的这种很自然、很自信的魅力。他愿意让自己的生活是有高的一个质量，在自己穿衣打扮上面呢，也是看着有品味，也是看着有一定的就是审美力的。他知道自己有魅力，他也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看着是赏心悦目，看着舒服的。而且他是一个其实喜欢打扮自己的人，然后让自己的打扮呢，就是看着也比较有刚刚好的这种美学，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展现出自己。所以，亲爱的，可以看到你的真爱呢，他应该算是一个气质，哎，还蛮不错的人。然后，身高，中高身材，身材呢应该也稍微就是有点肉肉，比较圆润。打扮上面也很容易让人过目不忘，长得不错哟。好，那么他欣赏你的这一个部分呢，就在于他很喜欢你的声音，他会觉得你的声音是给他一些情绪能量的，你会让他很平静、很舒服，他喜欢跟你讲话。他喜欢倾听你的一些话语，或者是你说话的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是很真诚、很有温度的。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他会感觉没有批评、没有评论，而是很真诚的。他愿意去相信你的话语。跟你谈话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节奏很好，能量很好，甚至对他有一定的治愈的效果。他可以听你说话几个小时，可能在你们感情的最初期接触的时候，打个电话1-2个小时，或者是交谈哦，就是一个下午，他都觉得不会累。在之后呢，当他觉得疲倦啊，或者是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给他传递的一些温暖的话语哦，或者是你无心的一些话，都会让他感觉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平静。这是他最欣赏你的一个部分。那么另外呢，他可能在最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你们也许只是短暂的这种互相吸引、互相喜欢，但是慢慢的让他看到不同的一种爱。也许最初他对你的是充满着一种欲望，一种可能有一定的生理反应，但是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呢，
他发现原来跟你在一起他很踏实，他对于你有更多的一些痴迷，而这种痴迷呢，不仅仅是这种身体上的反应冲动，更多来自于精神上面的连接，会很享受你们在一起的时光。而这种爱呢，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流动，一种很舒服的状态，没有说一定要有怎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定要对方给到自己的付出，没有太多的一些对对方的渴望跟需求，反而就是这样的一种很细水长流的节奏，让他很痴迷，让他很喜欢。还有就是，他总是会想到你，总是会情不自禁的可以联想到你，你对他来说是有比较强的存在感的。即使有时候你什么都不说，你什么都不做，你只要在那里，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完整。其实在这份关系里面哦，你根本不用刻意的去讨好他，你就做你真实的自己，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情，他就是对你不离不弃，他就是想靠近你，他会把你当成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喜欢你，只要想到你，他心里面就是蛮暖暖的，可能会因为一首歌啊，一个就是场景啊，或者是一杯咖啡，就会想起你，所以你会给他带来很深刻的一些能量跟力量。他爱你的这种方式呢，也是一种深情纯净，然后柔软有分寸的，没有太多的一些一定束缚，或者是一定要有怎样的一个目标感，反而是这种情感上面的松弛，让你们两个人的心呢紧紧的挨在一起。因为这种松弛感，这种舒服自由的感觉，好像没有人是可以替代的，这个也蛮好的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们的缘分，你们相遇的时间。首先，在缘分上面是出现很强烈的吸引。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有蛮多的一些犹豫不决的。在遇到自己正缘的时候呢，可能潜意识里面还有一定的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不确定这个人是否是自己会进入到恋情中的人，是否对自己有任何的一些喜欢跟心思。在第一次见面并不是一见钟情，或者是第一次见面也没有说很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有兴趣，还是去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才发展出来更多的一些火花。那么我们这边呢，也看到有一种追求的能量，努力去让双方建立恋情的可能性。在这份关系里面，可能其中一个人先去追求另外一个人这样的一种状态哦。你们之间的这种吸引力呢，也可能在第一次仅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在更多互动之中呢，会发现两个人其实蛮合拍的，会发现对方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喜欢是越来越多，而为了跟对方在一起呢，自己也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一个人，所以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努力追求、努力探索，慢慢的去打开对方的心房。但实际上，你们是有一定的业力关系的。你们不仅仅是来谈恋爱的，还是会帮彼此去完成一些感情上面的转化。也许在过去的某一世，你们有过缘分的错过，
或者是在缘分上面是留了遗憾的，或者是呢，承诺给对方的事情没有做到，所以在这一世是来去完成过去的这种感情状态，是来进行重建的。有一定的业力关系，然后在这一世签订了灵魂契约，互相的去学习，互相的在这份感情里面去付出、去成长，而且在这份感情关系里面，好像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需要大家积极的动作去努力、去维护啊，去用更多的爱情技巧，让关系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舒服，让自己呢也会正视爱、学习爱、努力去爱，所以也算是比较好的一段缘分。对方呢，他是一个可以唤醒你内心深处被压抑情感的状态的，他可能会让你愿意去冒险。这个人可能并不是一开始你就会觉得很放心、很愿意奉献跟他在一起的，但是呢，慢慢的就会看到他的真诚，就会看到他的美好，然后愿意去做更多的一些奉献，愿意跟对方一起去做爱情的功课，去学习如何去爱。一起去面对感情中的挑战。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两个人其实都不是那种会逃避的人哦，不会说遇到困难啊，或者是出现矛盾就逃避的，而是愿意去正面的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你们两个人毕竟呢是真爱，毕竟是愿意为了对方去做努力的，大家共同的去修复过去的一些创伤啦，或者是让自己有新的这种爱情模式，一起去打造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爱的空间、爱的状态。跟他在一起呢，经历的这种爱的模式，感觉跟之前你经历过的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也很值得期待哦。两个人会有很多的爱的火花，当然可能呢也会出现一些纠结，不过你们也是很强的缘分，所以在这份命中注定的缘分里面呢，你们是可以享受足够的这种美好，足够的这种激情所在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相遇呢？因为有了对方，你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哦，成长得更快，对于爱有更多通透的一些想法。好，那么我们这边的时间点呢，可能是在10个月之内，你就会遇见自己的真爱。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对于爱情有更多的欲望，有更多的渴望了，你可能愿意放下自己这种单身或者是宅在家里的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遇见自己的真爱。你可能也许当下或者是前一段时间呢，你是觉得没有一个恋人，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啊，无所谓的。有的话呢，当然好；没有的话，你也不会特别的要去创造机会，你要去社交啦，你要去认识不同的朋友啊，或者是愿意去这种可能认识朋友的媒介上面去寻找恋人，或者是让朋友介绍给你哦。你之前呢是不愿意去做这些动作的，但是也许近期或者是过一段时间，你还是希望自己在身体上面、在感情上面得到一定的释放，很渴望去拥有恋人脱单的这种状态，而愿意去走出家门，愿意去让别人介绍给你，创造更多的一些机会的时候，那么你的真爱就会出现了。所以最初可能你跟自己的真爱呢，你们相遇的时候是带着一定的这种生理上面的吸引的，有那种火花，想要跟他有肌肤之亲，但是你不太确定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可以专一的坚持走下去？那对方他对你到底是真心的吗？看不见。但是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呢，慢慢的就把这种仅仅是肤浅的吸引变得更加的深厚，变得更加的真诚，有这样一个部分。那么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人你已经遇见了，只不过也许当下自己可能工作上比较忙碌啊，或者是好像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生活里面呢有一点压力啊，还没有太多的一些时间精力去约会、去谈情说爱，或者是追求对方。但至少来说，你心里面呢是不想要过于的被动，或者是羞涩，或者是等待别人来去做感情上面的发展跟建树了。所以你也愿意开始在有空的时间，或者是尽量让自己有好的一个状态，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的真爱呢，已经开始在向你靠近了。可能最初你对他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或者是有一定的质疑、怀疑。不过，你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愿意去，不要过于的谨慎，释放自己的压力呀，或者是释放自己的怀疑呀，尝试让两个人约会看一看，靠近看一看，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状态。所以，亲爱的，有的朋友是已经遇见真爱了，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1到10个月之内会遇见自己的真爱。那宇宙告诉你哦，就是在近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可以行动起来了，不用再去封闭自己，可以多去参加一些社交啊、旅行啊、课程啊，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培训啊、一些聚会啊。或者是也可以大胆的让朋友去给自己介绍，也可以去参加一些联谊。那么这样的话呢，缘分就会自然的向你靠近了，好吗？所以，亲爱的，去释放所有的这种害羞、被动跟控制，然后开启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一些接触的可能性吧。在感情的初期呢，不要害怕，一开始就是激情哦，不是好像很单纯、很那种纯洁的爱，但实际上呢，一切都是命定的。无论怎样开始，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会有很多积极的享受哦。为了自己的真爱，可以好好的去努力，好好的去经营，把这种幸福呢掌控在自己手上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哦。那我们今天占卜就到这里，祝你幸福，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灵魂家人，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今天的占卜是关于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来看一下你的真爱，它是怎样的一个外貌、性格特征，以及他对你有多么的喜欢，是从哪一点被你所诱惑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你们相遇的缘分跟相遇的时间。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星座还有可能是金牛座、巨蟹座、射手座、双子座、狮子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狮子座、射手座、巨蟹座、金牛座。首先，星盘里面是有凯龙星入住的，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强的疗愈者，他是可以把痛苦转换为力量的人，有可能在他年纪小的时候，童年或者是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经历过一些情感上面的伤痛，也有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呢是离异的，所以他是一个特别能理解别人内心悲痛的人。但是呢，他不会去随随便便批判别人，他会用一种很温柔而坚定、善良的方式去接收别人。所以这个人呢，他是很温柔的，他也是敏感的，他也有一定的共情力，可以感同身受，愿意去倾听别人，愿意去体贴跟包容别人。他相信爱呢，可以疗愈一切。
在恋爱之中，他是可以成为伴侣的这个保护者。他会记得你可能提起的一些伤心事情，并且在你最脆弱的时候，可能轻轻的拥抱你呀，或者是静静的陪伴你呀，或者是给你递上一杯热咖啡、一杯热茶。他也许在平时生活里面喜欢去瑜伽，或者是冥想，或者是大自然中走一走，甚至可能呢，他喜欢去接触一些关于灵魂学或者是心理学的一些书籍。首先呢，这个人他有金牛座的比较高的自我价值，是除了心灵注重健康之外呢，他也注重生活的质量，也注重事业的成功，也就是财富的丰盛。因为金钱越多呢，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他会认为金钱越多，越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会脚踏实地的去创造事业，去挣钱，而且他也很希望足够的财富呢，可以让自己享受好的一些物质商品，比如说他会希望自己的家里面装修都是比较豪华的，可以用好的沙发，可以用好的床垫。他也希望自己吃的呢是比较丰盛，是比较美味的，愿意去高档的一些餐厅啊，愿意去高档的地方消费。而且在感情方面，他也是不急不躁，不会很随意的脱单，一定会挑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恋人，他才会脱单。所以他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对身边的人呢也算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而且在做事情上面，他属于可能比较慢热的类型，不会特别的开放，或者是特别的高调，特别的急性子，可能是慢性子，而且有责任感，喜欢去学习金融知识，喜欢去管理金钱。在物质方面是比较现实主义的，然后在感情方面呢，也是一个行动派。你就看他对你大不大方，你就知道他有多喜欢你了。好，另外呢，他也有巨蟹座的敏感，以及注重家庭。他希望呢，自己的爱人也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人。他的情绪是比较细腻的，而且有一些怀旧主义，喜欢回忆过往啊，喜欢听一些过去的老派的一些音乐。而且他可能也很注重感官上面的享受，喜欢好闻的香水味道，喜欢好的气味，那喜欢听美妙的一些音乐，喜欢肌肤之亲。这个人呢，他是渴望长期稳定的关系的，不喜欢玩爱情游戏或者是短暂的激情暧昧哦。一旦他脱单呢，就是希望跟对方建立家庭的，希望可以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建立比较温暖的小家庭。在感情上面呢，有一点小依赖，也有一定的保护欲。在做事情上面，其实在自己的个性上面，还有射手座比较喜欢自由，有探索精神、冒险精神的这一面。你的真爱呢，内心里面住着一个很自由的灵魂，他向往旅行，喜欢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对生活呢充满着好奇，而且不是一个特别死板或者是无趣的人，思想呢算是比较开放的，不喜欢被控制，不喜欢因为爱情呢而去特别的夹手夹脚，为了对方去改变自己，而是希望爱情呢是锦上添花，两个人可以一起去感受这个美好的天地，可以一起去享受人生中的这种活力，人生中很多趣味的事情。可能他也比较喜欢徒步啦，或者是骑自行车、户外运动，或者是冲浪。也可能他喜欢去看日出，喜欢去露营。当然，他不会天天腻在你的身边，但是绝对会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每个月呢，
带你逃离城市，让你去接触更多的一些大自然，感受更多的一些希望。是懂得工作的时候呢，就充满上进心，踏踏实实的工作；然后生活的时候呢，放松的时候，也就好好的去有足够的松弛感，去享受这种生活。另外，他的头脑也是蛮灵活的，因为毕竟有双子座的好奇之心，然后喜欢学习，善于沟通，可以用很轻松幽默的方式去化解尴尬或者是僵局，也懂得换位思考。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是一个很好的谈话伙伴，你们两个人之间呢，也会互相有思想上面的启迪。这个人算是比较风趣的，也喜欢去讨论不同的一些文化啦、政治啦、哲学啦，或者是灵魂啦。他也很喜欢问你，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是很希望跟你在思想上面得到一个共鸣，或者是有智慧上面的这种互相交流的。他欣赏那种长得又好看，然后又很有思想的人。好，接下来他也有双子座的阳光、热情、天真、自信，算是一个比较有光芒的人，喜欢照顾别人希望呢也被爱，也喜欢去创造一点点浪漫的惊喜。可能有时候呢有一点小小的自恋但没有关系，这是他蛮可爱的一部分。希望呢被欣赏，希望自己也被别人崇拜跟宠爱。可能有时候呢，他会突然在下班之后带你去游乐园或者是在你生日的时候给你办一场这种主题派对然后在平凡的这种日子里面对你说，今天是我们的拥抱日，或者是今天呢是我们的家庭烹饪日等等的，会用这些小小的动作来制造一些浪漫，这也是蛮可爱的。好。看到他的性格这一部分确实还是蛮有魅力的，有水的能量，有风的能量，有火的能量，也有土的能量。性格呢，应该是比较综合，还是比较平衡，比较好的。好，接下来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德国杜宾犬了。它是一个行动派，也是一个很勇敢和可靠、有耐心、耐力的人。同时呢，他也忠诚，是一个保护者，是一个让人很有安全感的守护骑士。这个人呢，绝对不是空头开支票、随便夸夸其谈的人。但是呢，一旦他承诺，他说到的，他就一定会做到。他在生活之中呢，看起来有时候比较强势，或者是冷静跟谨慎，但是内心里面呢，他是蛮有责任感的。话不多，但一诺千金。做事情呢，可以果断的去决定，果断的去行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不会轻易的放弃。在爱情里面，绝对不是那种好像很懂得甜言蜜语，随时都表达深情的人。但是呢，他的爱就是那种比较执着、比较稳定，而且让人踏实的。很多时候呢，他会做一些真实的动作来表达他对你的爱意。比如说，在你生病的时候，他会马上的冲到你的身边，带你去医院。然后把一切都安排得好。也许他不会天天说爱你，但是每一次出差呢，回来他都会带你喜欢的一些小零食小礼物。他就是那种我就在你身边，我一直都在的那一种人。所以你的真爱呢，他是一个又阳光，又像港湾，又给你很亲切、熟悉、安全感的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看到他还是有一点这种无拘无束这种艺术家的气质，然后可能喜欢开心的时候喝点小酒创造一些很激情的氛围但是对酒他有要求他应该可能不是很喜欢喝啤酒，
喜欢喝白葡萄酒啊，或者是香槟、whisky 之类的，因为是一个注重质量的人，所以对于物质还是有高的一些要求标准。那么自己穿的衣服呢，也是很注重衣服的质量，喜欢戴一些首饰，然后这个首饰呢，当然是宝石、钻石、玉是最好的。好，首先呢，可以看到他应该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帅哥或者是美女哦，他不是那种五官好像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绝对不是那种网红脸。但是呢，他可能有高的颧骨，然后比较深邃的眼窝。可能嘴唇呢是比较独特的，然后不会是第一眼就看得很好看的人，但是呢，却是让人一眼难忘，很独特，有自己很特别的一些特色。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她应该是那种很灵动的眼神，然后蓬松的发型。下巴呢，应该是比较小巧的，有一种复古的五官。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是有一点那种柔和，有一点忧郁的气质，不是天生丽质，但是很懂得打扮自己，很懂得修饰自己，很懂得去让自己保持着很自然的妆容，或者是很漂亮的发型，甚至有可能有一些非二元的性别美学哦，它不会特别的，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话，她也很喜欢尝试不同的打扮，有时候尝试中性的呀，有时尝试穿男生的一些衣服啊，有时候又特别的 lady，特别的优雅。如果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有时候穿正装、西装，那有时候呢也是会随便的休闲装，或者是运动装，不是一个在打扮上面一成不变，或者是在形象上面一成不变的人。因为他会经常给别人一些惊喜，愿意尝试不同的打扮风格，愿意有时候呢让自己复古，愿意有时候让自己更加的有艺术气质，更加的随性，甚至有时候呢是 hiphop，甚至有时候可能就是朋克，会穿皮夹克之类的，所以经常会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他的个性应该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情绪上面呢，应该是非常丰富的，经常也会尝试不同的妆容，有时候可能会戴假发呀，有时候可能会戴假发，并不是说他没有头发，但是他会尝试不同的这种打扮，经常会给人一些意外的这种形象惊喜，但是呢又特别的好看，把它扔在人群里面呢是很出众的。但是这种出众呢，就是因为它的不一样，他追求的不一样，因为他的审美呢是比较高级的。好，但他绝对不是大众脸，好吗？那他的身材呢，可以看到身上的肉是比较结实的，有力量感，有一点健美。可能他很喜欢去运动，或者是他有经常去运动、去参加体能活动的这种情况。也许他会去健身啊，也许他会去经常做一些户外运动啊，或者是他会去学舞蹈啊、表演啊，去练自己身材上面的结实。不论是攀岩也好，徒步也好，还是这种划船也好，可以看到他的行动能力是比较强的，希望自己有比较精神抖擞的精神以及身体。他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有一定张力的人，所以身上呢是很健康的，
然后他的个子也许不会很高，也许是标准身高，稍微偏矮一点点。虽然他的身高不显眼哦，但是他的气场应该是不会让人低估的，是那种态度、气场哦，都是很有张力，越看越有魅力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这种缺点，他就会把自己的优势放大，而且他会对自己有不断的一些高要求，让自己要出众、好看、特别。在打扮上面呢，就可以看到了，他有时候呢是比较性感大胆的，有时候呢就是很知性、很大气的。那有时候呢，也许就会尝试一些街头风。他喜欢用服装的颜色啊，或者是服装的一些装饰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他愿意去用很大胆的一些首饰，或者是很醒目的一些颜色，很夸张的一些颜色。有时候呢，他会，但更多的他应该是比较注重细节，他不会盲目追随当下的时尚潮流。男生的话呢，他也许比较喜欢那种复古的文艺风，喜欢围巾啊、衬衫啊，或者是有时候呢比较有绅士这样的一个态度。女生的话呢，她也会尝试，比如说维多利亚风格，或者是蕾丝混搭。总之呢，这个人风格是蛮多变的，而且有比较高的审美眼光，也喜欢一些艺术制作品，并且他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风格都蛮了解的，绝对是一个不追随当下潮流的人。但是呢，他希望带领自己的潮流，希望自己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不一样，都看到他是一个很有艺术审美的人，所以品味不错。好，接下来，那么他喜欢你哪里呢？他被你什么地方所诱惑？他对你的这种爱哦，就是毫无保留的，而且是那种直接、很坦诚的。对你的感觉不是那种一时的，好像生理反应啊，或者是一时的心动，而是真实的这种情感的投入，对你非常的爱，很有稳定的这种感觉。你对他是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而且呢，他也喜欢你的性格，他会喜欢你的真实不做作，他看得见你内心的这种柔软，你激发他特别想靠近你，特别想保护你，特别想懂你这样一个冲动。他爱你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外表或者是你的聪明，也是因为你敢爱，敢保持自己的真诚，你的性格。他越懂你，越了解你，他越深爱你。而且很多时候呢，他都非常的想你，他都会记住你的想法、你的喜好、你的味道、你的表情，就是这种命运的安排哦，让他感觉对你有上瘾。在精神连接层面来说的话呢，他会经常想到你、梦到你、感知你，所以这份爱呢是非常的深刻的。他害怕靠近你，因为你太真实了，但是又控制不了自己去靠近你，因为你就是他内心中一直渴望的、一直等待的那一道光。对你有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喜欢，那种爱。哇哦，可以说他应该在感情里面算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但是跟你在一起之后呢，
他就完全没有办法更多的去控制自己的理智，只有感性。好，那么你们之间的缘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让他如此的无法自拔。那我们这边出现了几张牌卡，有点奇妙。有几个部分，首先，我们出现了女祭司的逆位，你们之间呢是有很深的灵魂契约的。可以理解为在灵魂这一世出生之前你们就设定了一定的生命蓝图，就是在今生呢，你们一定会相遇，一起来做关于爱情方面的课题。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早已约定好了的，要在今生共同去面对之前没有完成的课题。可能你们也有一定的业力关系，过去、上一世或者是曾经有一世，在情感上面你们的投入并不对等，并不是将心比心。可能有一方呢是默默的付出，有一方呢却是非常冷淡被动的，也可能在曾经有不敢表白，或者是在感情上面有遗憾、有保留、有挫败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呢，在过去感情上面是有一些纠结的，不是非常的顺利。在今生，你们要来解开这样的一个业力关系，所以记得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你们需要更多的一些坦诚，更多的一些沟通，打破沉默，是需要有效的沟通，然后直接讲出来内心的一些感受啊、想法呀，不要去做任何的隐藏，让对方去猜忌。这样的话呢，你们才可以把过去的那种沟通阴影那种业力关系让它消散，回到那种很健康的轨道上面。所以亲爱的，这份关系是需要很需要去沟通，很需要去商讨的，把自己的喜欢，把自己的不喜欢，把自己的所有的看法都讲出来，会帮助你们两个人打破一些业力关系，或者是曾经留下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一些讯息就是也许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段关系呢，并不是社会上大家很公认的这种情爱，可能你们是年龄差距非常的大，也许是姐弟恋，或者是也许对方比自己年龄大很多，或者是呢师生恋，也可能是同性之恋。总之呢，不太是就是大众世俗理解的这种情爱关系。那么当下呢，也出现着可能关于传统啊、关于社会规则不太支持的恋爱观。但是没有关系你们是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情感关系的。你们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建立你们自己美好的一个小世界，但是呢，要相信彼此。可能最刚开始这份感情并不很好的去公开，也许有一些必须要隐藏的感情啊，或者是压抑的爱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说出口的这种欲望啊，但是没有关系宇宙告诉你，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很好的积极的去打破所有的规则，而建立情感的属于你们自己规则的状态，是可以从这种禁忌之恋挣脱出来的，因为是有这种阳性的能量。这3张牌卡就是教皇以及女祭司的逆位以及权杖国王的正位呢，就代表着强烈的灵魂契约加欲望的觉醒。你们的相遇呢，绝对不是偶然，但是你们灵魂深处的这种
感情禁区或者是秘密的感情状态呢，会因为遇到对方而觉醒。在这份关系里面，你们会跨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活得更加的真实，拥抱最真实的爱，最真实的自我。虽然这不是一段很轻松的关系哦，但是呢，它是带着使命感跟成长的能量而来到你的身边的，会让你们彼此更加的勇敢，并且成为更完整的自己。可能最初呢，并不是那种社会会祝福的爱，但是确实你灵魂最渴望的、最真实的爱，所以也是非常棒的情感关系哦，也是很有激情，很有跳脱，会让你终身难忘、深刻的爱的感受。哇，非常的棒。那么具体什么时候你们会相遇呢？我们这边呢，首先出现了数字5，这个5呢，可能代表着5个月之内，很快。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这个人就是你的春天就已经遇见了。当下呢，也许还仅仅是在思念着对方，两个人还没有太快的建立情爱关系。无论是说你现在遇到他了，还是没有遇到他，你们在这份感情的最初呢，还是有一点遥望，不会很快的去谈情说爱，但是内心呢也充满着渴望，充满着希望，愿意去挑战这份情感障碍，愿意有更多的主动，更多的付出。在真正的思想开始交流，开始不停的有这种想法互相转换之后呢，就会达到精神上面的共鸣，就会开始感受到对方给自己传递的力量，最后进入到这种爱情关系里面。所以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你的真爱呢，要么已经出现在你的身边，你可能知道是谁了，要么呢就在5个月之内，最迟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秋天，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哦，非常棒的讯息。这份爱会唤醒最真实的你。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关于你的真爱占卜呢，我们今天分为2个部分哦。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真爱的星座、性格以及他的外貌形象。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你们之间相遇的缘分以及相遇的时间。首先呢，从星座上面来看到，他是处女座、狮子座、金牛座、天蝎座、天秤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天秤座、天蝎座、金牛座、狮子座、处女座。这个人呢，他的星盘里面是有海王星入住的，所以他是一个灵性比较强，然后有梦幻气质的人，可能平时喜欢冥想啊，喜欢瑜伽，喜欢塔罗牌占卜，或者是水晶，或者是想要去了解灵魂学、宇宙法则。他是重视心灵的这种感应的，不会是一个特别现实物质的人，更加注重精神世界，同时也相信命运，相信缘分，也愿意在感情之中呢给予很多。这是一个有一点仙气的人，温柔敏感，不会特别注重权力物质，不是很享受现实这种物质世界，反而内心里面是有这种浪漫的，喜欢在雨天听清乐啊，喜欢看艺术电影啊，喜欢阅读诗集呀，或者是喜欢泡一些香薰的澡，喜欢在家里面点一些蜡烛之类的。这是一个相信爱、
相信爱是灵魂共振的人，他会无条件的去包容自己的爱人哦，在感情里面是有很强的奉献精神的，因为他很注重这种自己的精神灵魂层面。好，那么还有呢，他是处女座，追求完美，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有时候呢比较理性，有时候呢可能也有一点点的洁癖。在深爱一个人之后，他就会默默的记得你喜欢的美食，你生活里面重要的一些事情，哪一天需要面试啊，或者是在你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他都会主动的提醒你哦。这是一个很细致、很安静，也有一定仪式感的人。他很注重养生，也有好的一些健康生活习惯，可能经常会把自己的家里面打整得很干净、很整洁，把自己的这种衣柜啊也是非常收纳的很好的。也可能他喜欢早睡早起，然后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做一定的锻炼。也可能他会觉得人生是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的，所以他是比较自律的。还有就是在你感冒的时候啊，他会帮你去买药，然后他可能买药的时候都会去检查这个药的副作用是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很细致，而且比你自己还担心你的人，这个也是蛮妙的。然后他也有狮子座的热情、自信，渴望被别人爱，也渴望被别人崇拜。他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耀眼的存在感的，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算是一个核心的人物哦，充满着自信跟阳光。当他爱上你之后呢，他就会尽一切让你知道，你在他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他希望你可以对他有更多的欣赏、崇拜，他会把你带去，可能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会希望你在旁边可以观察他，可以欣赏他，或者是他经常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让你看到他的优点。有时候呢，他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光芒，更多的一些夸奖的。当然不会是说完全的甜言蜜语哦，但是有时候告诉他你很棒，或者是眼神传递出来的那种欣赏的信号，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骄傲，是非常开心的。他需要你的认可跟回应。在感情里面，他不喜欢那种远距离，或者是那种冷淡，或者是被忽视。好，在物质生活上面呢，他很注重感官享受，很注重物质带来的金钱感。虽然他注重精神世界，但是在当下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呢，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事业，可以获得一定的成功。这个呢，来自于也许可以给自己安排生活上面的很好的一些享受，也可以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得很好，有安心感。也许每次约会的时候啊，他都会精挑细选一些好的餐厅。可能在选餐厅的时候，他会希望这个椅子是靠着窗户的呀，音乐呢不会太吵啊，然后这个地方的食物呢也是很精致、很好吃的呀，所以是有挑剔感的人。在人际关系上面，他比较慢热，但是他很忠诚。对自己喜欢的人，他是很大方、很慷慨的。然后他可能也时不时的会去研究一下理财，不会太过于的铺张浪费。这个人性格呢，其实也是比较强的，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越挫越勇的人，跌倒了不怕，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所以是一个可以在逆境之中翻身，
成长的人。好，接下来呢，他也有天秤座，很公平公正，很追求和谐、优雅的这一面。他应该不是一个特别脾气大、脾气暴走的人，而是不太喜欢讲脏话，不希望两个人有太多的争吵，可以在你们也许意见不合，或者是短暂的这种吵架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的道歉。对他来说，和谐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也很懂礼貌，有一定的素质、修养，在生活里面呢，主动去体贴呀、妥协呀、平衡啊，有时候呢会有一点的优柔寡断，因为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最好，担心自己做不好对方的期待。这个人呢是有美感的，是有正义感的，很多时候是比较知性、懂分寸、有距离感，也是很文雅的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应该还是比较高的一些素质。可能家庭教育比较好，或者是自我的这种喜欢读书啊，喜欢让自己的站姿啊、坐姿啊、待人接物呢，都是更加看着有修养，或者是有节制、有礼貌的。好，如果用狗狗来形容它的话呢，它应该像是美国的波士顿狗一样，可爱的、搞笑的，然后欢乐的，又有一点那种呆萌的那种小孩气质的状态。他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快乐、轻松的人，因为他可能比较乐观，而且有时候呢会比较幽默，不拘小节。他不一定是很完美的，但是呢，他应该是一个愿意让你幸福、愿意让你满足快乐的人。对于日常生活呢，小事情他应该是充满好奇的，然后他希望自己的人生不要太过于的复杂，就开开心心的过完每一天就很好了。平安健康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然后才是金钱财富。他会让你笑，会让你安心，会在你加班加点心情累的时候呢，可能给你打视频电话，然后做一些很搞怪的动作，让你开心跟放松。你的真爱呢，他应该是一个理性温柔，然后又很自信张扬、搞笑可爱的人，所以他应该是蛮有魅力的，喜欢他的人应该还比较多，性格很讨喜。那么他的外貌又是长得怎么样的呢？好像他的外貌也比较讨喜哦。他看着绝对是那一种男生比较绅士，女生呢比较优雅的那一种人。首先，这个人五官很分明，外貌呢有一种酷酷的气质，可能他是鹰钩鼻呀，或者是他的鼻梁还是比较高的，长得好看，不属于那种看着很感性的，或者是很妖艳的那一种，但是看着却是很知性、很大气，甚至有一点这种贵族气质的感觉，有书卷气、优雅感，给人一种谨慎、内敛、自信的感觉，而且看着有一点老派，比较成熟，他可能不会打扮的年龄小，
他希望自己成为一种更加成熟、很有修养的状态，所以他很喜欢穿西装啊，很喜欢穿正装，不是很喜欢穿 hiphop 或者是运动风。这个人呢是有个性美跟艺术气质的，所以他的五官立体，然后轮廓非常的清晰，属于那种长得本身就比较好看的类型。但是他更多的希望传递，他不是那种网红脸哦，但是他更多的传递的是一种整个人的气质很好、很富贵的状态，就是老钱，他走的可能就是老钱风。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她的身材曲线应该是很好的，匀称、丰满，然后就像女皇一样的漂亮身材，健康有生命力。个子并不会是很高大，但是呢也是标准身高，或者是标准身高偏高一点哦。就是他的身材也是非常好的，对自己的外貌形象呢，他会有高的一个标准要求，很懂得打扮自己。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应该身材也是比较看着结实的。然后肩膀呢是比较宽厚的，算是天生丽质，个子呢也是偏高，而且他喜欢让自己看着就是非常的帅气跟漂亮，很典雅、很精致的那一种。他不是现代潮流的搭配，但是呢，他是有自己独特的品味的。他是可能会穿一些复古的西装啊，或者是戴一些艺术的围巾啊，或者是一些很奢侈品的一些设计单品，愿意用这种穿搭来重视自己的质感，凸显自己的品味。他也有一定的这种神秘感，算是那种气质很迷人的类型。所以，亲爱的，可以看到，从这几张就是人物牌卡上面就可以看到，你的真爱呢，他是一个很有人气，也有好的身材、好形象的人。那么，他是爱上你什么部分呢？你的美太迷人了，让他很喜欢。他首先会被你的外貌、被你的气场、气质所深深的吸引。刚开始呢，也许是一种肤浅的喜欢，他可能是一个视觉型的感官爱人、外貌协会者，非常喜欢美的事物。他表现出对你一种好像很痴迷的状态，对你呢是真正的非常的欣赏。他不仅欣赏你，他更想成为一个让你避风的港湾。因为我们这张牌卡呢，也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微笑，让你在他的身边感觉到安心。所以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你会看到他跟别的异性或者是跟别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希望给你传达一个很强的安全感，虽然可能喜欢他的人多，邀约他的人多，但是只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去看手机，他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去开玩笑。或许他不会很夸张的表达自己对你的爱，但是呢，他就是希望从这些小的动作，让你可以
跟他在一起更加的松弛，更加的信任他。他是很在意你的这种情绪变化的，不想让你吃醋啊，不想让你嫉妒啊，不想有任何的这种负面情绪，或者是他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让你感觉到不安。所以他会很注重这些，是有一定的原则跟界限的。这个人呢，他属于那种很保护型、稳定型的恋人，他在感情上面是比较成熟的，不喜欢去玩爱情游戏，不喜欢去跟别人轻易的暧昧啊，或者是调情。爱了就好好的去爱，专注的爱，这样呢才可以享受爱的本身，享受爱的高质量。那么三心二意对于他来说，可能毫无价值跟意义，所以他会很重视你的感受，他很重视爱本身，他本身也是一个内心很柔软、很享受爱质量的人。我们还出现了一张牌卡，就是你太美了，他在你面前呢是害怕自己出丑的，所以他多多少少也会对你有一些仰慕感，并不代表你长得好像万人迷，好像是明星的那种状态，但是在他的眼中就是非常喜欢的类型，他很在意你的外表，他很在意你对他的看法，他很在你面前呢是比较羞怯的，甚至有时候是患得患失的，怕自己不够好，怕自己不够配你。可能他不会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没有安全感表现出来，但是呢，在他的眼中，他就是会对你有一些慌慌张张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蛮冷静的，在可能人情世故、社交方面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在你面前呢，他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有这种害羞啊、被动啊，甚至是紧张感，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你。那么也代表着谈恋爱之后，你不要轻易的长胖哦，你也要注重自己的身材哦，你也要让自己时刻打扮的是精神的、好看的。这样的话呢，就会一直持续性的诱惑着他，因为他对外貌、对自己的外貌是有高的要求。当然哦，也希望你们两个人是郎才女貌的，希望两个人呢都是很看着赏心悦目的。那么你们之间的缘分是什么呢？我的天，三张牌卡都是宝剑牌卡。宝剑呢，在塔罗牌里面是风的能量，是速度最快的，也代表着思想上面的一个传递，也代表着精神上面的一个传递。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应该有很强的灵魂契约，就是彼此互相的治愈，互相的疗愈。从心理层面来看这段关系呢，可能就是帮助大家从风平浪静走向更多的一种平静。你们两个人呢，会走出过去的一些创伤，或者是感情上面的一些困境，或者是生活上面的这种麻烦，让彼此走到更加平和平顺的人生状态里面。也可能你们其中一个人呢是有一定的悲观想法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是缺少一些安全感，在感情里面比较容易封闭退缩的这种状态。但是跟对方在一起之后呢，慢慢的就会更加的正能量，让自己在感情里面可能从对方身上找到安全感，找到这种心灵上面的避风港。在灵性层面来说的话呢，更像是两个人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本来就约定好，在自己消极或者是悲伤的那个阶段相遇。
去让自己在感情上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正能量，给到理性的情感指引，或者是给到情感上面更多的安抚，让彼此呢在感情上面觉醒、成长，互相的疗愈。所以在你们两个人的恋爱之中哦，你们会有很多的磨合。这种磨合呢，也许是思想上、精神上面的磨合，也许还有这种情感技巧上面互相智慧的传递。无论如何呢，大家会把这份关系慢慢的成长成更加美好、更加良性的一个发展。在你们之间的关系上，你们是会有蛮多的一些心与心开放的沟通的。两个人会很直接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跟感受，也许最刚开始会有一些羞涩啊，不好意思讲啊，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跟别人讲过自己的一些隐私，讲过自己的一些悲痛，但是跟对方在一起呢，愿意去倾听他的想法，愿意去讲出自己的想法，两个人是很亲密，可以无话不谈的，可以讲自己的这种很隐私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互相的去治疗，互相的去支持，互相的去理解。这种关系是彼此互相照顾、扶持，然后走出情绪的低谷期的。然后在关系上面呢，大家也是很开诚布公的沟通，也是可以平衡亲密感，创造很信任的状态。两个人会对爱有更多深层次的理解跟感受，也会帮助对方去更加的浪漫啊，去更多的情感修复啊，或者是放下一些防备，放下一些质疑、怀疑，更加的这种真诚，共同的去修行爱。其实这是非常棒的一段情感关系哦。大家是有很强的心灵课题的，会让自己不再纠结，不再担心，不再急躁，而是转向于平和跟舒服。也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是灵魂伴侣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在真爱来到身边之后呢，一定要多多的沟通，完全的打开自己的心房吧。对方呢，他是会给你很强的力量，很多的疗愈的，当然你也会给他很多的一些治愈。好，接下来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时间相遇呢？首先，我们出现了权杖5这张牌卡哦。这张牌呢，代表着一定的竞争啊，或者是冲突啊，或者是在混乱的环境里面，可能你在遇见真爱的时候，正在一个好像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然后自我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也可能你身边有一些情感的诱惑，自己呢有一些犹豫不决，不太清楚自己真心想要的是什么。而真爱的出现呢，它可能就像是一个意外一样，然后进入到你混乱的这种心境或者是混乱的状态里面，而它会抚平你这样的一个混乱，让你更加的平和。有可能是在5个月之内就会跟对方相遇，但是对于个别的宝宝来说，可能在遇到自己真爱之前，你还会有其他的爱情恋人出现，也许是短暂的激情，也许呢是可能一些我们俗人所说的烂桃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太顺利的桃花，所以
还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纠缠啊、业力、因果关系上面要去解决的，或者是要从这些烂桃花身上学到更多的一些爱情技巧的状态之后，你的真爱才会出现。因为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一个4年这样的一个讯息，对于有的宝宝来说，真爱出现的时间可能是在4年之内。那么在它出现之前呢，你会有一段时间情感上面的错综复杂，在这些错综复杂之中，你会有更多对于爱的理解、学习跟技巧上面的提升，这样在真爱出现的时候，你才可以跟他好好的去爱，你才会懂得如何去爱。所以首先呢，要感恩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所有的人事物，包括是一些所谓的烂桃花，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才会让我们更多的成长，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要什么，以及在爱情之中如何去做筛选，如何去处理。好，在真爱出现之前呢，你是可以好好的去应对，去接收一些挑战的。在真爱出现的时候，你才知道如何去稳固这样的一个情感关系。还有可能这边牌卡传递的讯息呢，也许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不会完全的就是打开自己的心房，在感情上面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自己可能会特别理性，思考很多，在刚开始的时候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如果现在你对于感情还有很多的幻想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感性、不理性、不理智，可能还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么真爱是不会出现的。它是会在你有一定经历，特别对于感情很理智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你们彼此呢，可能对真爱，可能对爱情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是这段关系、这段缘分会让你们对于爱有更多的奉献精神，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的，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他，当下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好跟你相遇，还是需要去有一些感情上面的变动的。命运之轮的逆位呢，也暗示着你跟真爱的相遇就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但是呢，却是在不是自己最高光的时刻相遇，是在你需要更改人生方向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在你的人生出现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宇宙就会安排你们相遇了。有可能是，比如说在你旅行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换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去到一个不同的环境，生活上面有重大转折点的时候，你的真爱就会出现，或者是真爱出现之后，会让你有不同的人生方向改变。当你的命运之门被打开的时候呢，你的真爱就会出现哦。这也是非常奇妙的讯息。无论如何，宇宙告诉你，你的真爱，它会对你的人生有非常积极、重大的一个影响。它会在它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那么在它没出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去有太多的一些奢望，而是享受当下。最快5个月之内就会出现，最慢呢4年之内就会出现。但是在它出现之前，你会有蛮多的一些经历跟感悟的改变的，所以也要感恩当下出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有激发你更加的好，可以准备迎接自己的真爱。所以享受每一天吧。那真爱在它该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的哟。
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哟。感谢你们之间的灵魂契约，感谢呢宇宙会把你安排的好好的，感恩宇宙吧。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